今天我们重点分析一下朦胧在2020年9月杀青的电视剧《约定》。这部作品的显著特征在于其献礼性质，它以大兴国际机场的建设为背景，旨在致敬一线建筑人员。为了呈现普通工人的真实面貌，剧中演员普遍采用极淡妆，甚至近乎素颜。正因如此，我们能够清晰看到人物脸上的皮肤纹理与瑕疵。这种近乎素颜的电视剧为我们观察朦胧脸上的伤痕提供了一个契机。修视频远比修图复杂得多，视频中的皮肤修饰绝不是简单的磨皮，必须通过分层处理、轻度平滑与纹理保留来维持真实质感。然而，约定中仍有少数镜头采用了粗糙的涂抹式遮盖，让我捕捉到朦胧脸上的真实伤痕。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朦胧左脸中央呈现出一块凹凸不平的图案纹理，而其上下两侧仅做了粗浅的涂抹式覆盖，处理痕迹十分明显。另外，朦胧左脸的纹理图案在画面中相当清晰，可见剧组的后期处理主要集中在正面特写镜头，一旦进入侧面或远景，几乎没有进行任何修饰。这里我对脸上的图案做了一个粗略的描绘，画面顶部似乎呈现出三角形与太阳意象的叠合，其下方隐约可见类似新浪 logo 的图案，而最底部的纹样带有动植物的形态，整体组合让人不由联想到某种带有膜拜或祭祀意味的场景。光明会的三角符号和新浪的大眼图案此前在朦胧的荣图与视频中都曾出现过，如今这些相似的纹样竟然以烙形的方式出现在朦胧的脸上，真是让我无比震惊。朦胧左脸的图案相对密集，辨识度也更低，隐约可见由多组棱形叠加而成的形状，轮廓像鱼，上面有类似鱼鳞。若结合他右脸上带有宗教祭祀意味的图案，鱼这一意象在犹太文化中确实常与献祭相关，而在基督教传统中，鱼也因与耶稣在希伯来语中的发音相近而被视为象征性指代。圣经叙事中，犹大背叛耶稣、最后的晚餐等情节进一步强化了犹太教捕鲨鱼的宗教隐喻。案发之后，他们频繁释出与鲨鱼吃鱼相关的镜头，甚至起号还发布过一段疑似以朦胧的身体配上鱼头的宣传片。这一连串影像暗示的指向性过于明显，将朦胧比作鱼的意图几乎不加掩饰。网上还流传着其他脸上的烙形图案，这里就不逐一列举了。或许正因这些伤疤过于醒目，他们担心被人识破，最终又将这些疤痕破坏。但是天宇所犯下的累累罪行是永远也掩盖不了的，终将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